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自从危机过后，白瑞有过几次神速力失控。起初他只是以为自己太过劳累，而同样出现问题的还有纳什。从威尔斯到夏洛克再到逆闪斯旺，出现的幻觉也变得越来越复杂。最终从斯旺口中得知他即将归来。又是平凡的一天，俄罗斯名流搭乘直升机在中程进行中转，一股神秘的力量将其吞噬，直升机瞬间失控坠向市区。实验室的空中管制系统立马发出报警，只见一道闪电前去支援。凯瑟琳还想说白瑞这次反应挺快，再一转头，白瑞才刚端着咖啡来到实验室。三脸懵逼之下，沃利以迅雷之势跃上了飞机，然后把所有人安全送回了地面。重返飞机后，使出神速力之残像分身之术，把整架飞机拆得七零八落，秒秒钟化解了灾难。这一切速度太快，白瑞才刚刚赶到就已经轻松搞定。兄弟俩几年没见，有着说不完的话。如今沃利对神速力的掌握已经青出于蓝，各种花里胡哨的操作秀得白瑞头皮发麻。这些年沃利皈依我佛，静心修炼，早已不是当年无脑奔跑的毛头小子。看着一家人整整齐齐，镜子里的艾瑞斯嫉妒的不行，被困在镜像世界也得有几个星期了，至今没有和伊娃想出任何逃出去的办法。外面的假艾瑞斯多留一天都是多一分隐患，最惨的是外面没有人知道真相，也不会有人想办法救他。被困在镜像世界2190天，伊娃逐渐开始精神分裂，跟假艾瑞斯的联系也越来越深。与此同时，希斯科也回归实验室，游历四海这么久，终于整理清了最全面的超能罪犯名单，就是身上散发着一股亚特兰蒂斯的臭鱼烂虾味儿。团聚派对一直举办到深夜，才各回各家各找各妈，留下俩飞毛腿收拾屋子。白瑞的神速力再次失控，一头撞向铜墙铁壁。沃利这才把回家的目的告诉了白瑞。修行的这段时间，他经常灵魂出窍，进入神速力。伴随着危机过后，他发现神速力正在衰竭，与神速力的互动也越来越少，直到最近彻底消失。他这次就是要和白瑞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上次白瑞见到神速力的时候，还是被血魔感染的时候。当初大脑一片混乱，加上拉姆齐的洗脑，白瑞一手刀掏了神速力的心脏。仔细想想，这可能无关大雅，说不准当时只是个幻觉。白瑞就没跟沃利提起这件事儿。隔天一早，俄罗斯名流2次遭遇袭击，对方的能力堪比乌龟人 Plus， 不但能够减慢周围的时间，还能让时间迅速流逝。仅几秒钟，名流就被腐烂成了干尸。白瑞检查完尸体后，各种数据显示，名流出事前身体机能达到了100余岁。他们见过类似能力的只有乌龟人。掏出希斯科宝典，连翻几十页，找到了罪犯的资料。乌龟人2代弗里达诺维科夫能够在对方身体周围形成势力场，让对方转眼衰老几百年。诺维科夫曾经贩卖违禁品，被乔逮住遣送回国。这次突然携带超能力回归，肯定是密谋什么计划。希斯科准备重新提炼下终极 X 药剂，让药剂一瞬间给诺维科夫提速，从而中和他的超能力。正忙得不亦乐乎，纳什半路出现，隐晦地问了问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遇到平行宇宙的人。得到的答案显然是 no， 所有二重身都随着危机灭亡了。纳什怀疑自己活见鬼了，从希斯科这儿也问不出个所以然，两人习惯性大吵一架，各自不理对方。趁着白瑞忙于办案，沃利找姐姐问了问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虽然这个艾瑞斯是假的，但记忆同步，把拉姆齐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姐弟俩和谐聊天的场面感染了卡米拉，忍不住偷拍了一张合照。偷拍那是狗仔干的事儿。眼看艾瑞斯动了怒，卡米拉也只能按下了删除键。沃利得这些后，强行审问了一波白瑞。如今神速力即将崩塌，眼前的案子必须放一放。沃利拉着白瑞灵魂出窍，直接抵达了神速力之中。上次白瑞背叛了神速力，他不确定神速力还会不会接受自己。现在的神速力绿光四射，天空中闪电作乱。曾被白瑞一手刀掏穿的神速力也已奄奄一息，这一切都是白瑞引起的。神速力刚刚说完这句话，就把他们送了出去。事出必有因，沃利只知道神速力的枯竭是因为白瑞干了什么事儿，而且白瑞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如果当初袭击神速力之后立刻去找沃利帮忙，结局可能会完全不一样。白瑞总是喜欢对身边的人隐瞒真相，危机时发生的事到现在都没跟任何人提起过。他的自负现在导致神速力即将毁灭，所有急速者都会受到牵连。修行的时候，沃利也经常跟神速力聊天，神速力也经常给他展示未来。他们的衣钵会像闪电一样贯穿几个世纪，总会有人继承他们，子孙后代继续奔跑，甚至连白瑞的女儿诺拉都在其中。而这一切都被白瑞亲手毁了。白瑞肯定是相当自责，他想重返神速力问清楚原因。
没有沃利那般灵魂出窍的能力，只能穿上超光粒子加速器，让吉丁恩帮忙监督自己的身体，重返神速力。神速力告诉 Barry， 这一切与拉姆齐无关，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要回到无限地球危机。当初一众楷模被困在消失点， Barry 想尽办法也无法离开，只能求助于幽灵奥利弗，让他赋予自己力量。也就是这股幽灵力量扰乱了神速力，神速力的确强大，但幽灵力量的到来扰乱了他们的平衡，从而导致绿白相间的闪电席卷神速力。这股力量超越了自然法则，也是 Barry 拯救危机将付出的代价。神速力没有责怪 Barry， 在他们看来这是最正确的选择。神速力会在不久后彻底灭亡，在那之前 Barry 依旧是闪电侠，而那之后将会变成平凡人。说完，神速力慢慢闭上了眼睛。能否好好利用残留的神速力，要看极速者们自己了。沃利不知情，但他清楚这一切和 Barry 脱不了干系，但他主张佛系，也不想太过责备 Barry。何况有乔这个鼓舞侠，在他的鸡汤之下，没有人能坚持1分钟。简而言之吧，神速力是上天赐予儿子们的礼物，并不是让他们变得热情、正义、有希望的某种力量。成就他们的力量是他们自己。另一边，纳什自己一个人瞎鼓捣，想弄清楚其他威尔斯的来源。灯光忽然熄灭，一双幽红的眼睛凭空出现，迅速占据了纳什的身体。实验室里的希斯科还生着闷气，让凯瑟琳一顿 talk 才放下恩怨。摸透了希斯科宝典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，他需要休息。相比之下，压力最大的就是 Barry， 神速力在他眼前彻底消失，陪伴了自己6年的能力突然驾崩，这是每个英雄都会做出的选择。师傅曾给沃利讲过一个故事，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她恳求佛把孩子带回来，佛让她去找一个没有失去过家人的家庭，要一粒荠菜种子。女人挨家挨户询问，荠菜种子家家都有，可每一个家庭都失去过亲人。看似简单的道理，却让她明白了一件事，这个世上每个人都受尽苦难，就如同眼前的 Barry。 冷静下来的沃利想通了一切，不能因为犯了错就自我惩罚，木已成舟，要想办法去挽救一切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。同一时间，诺维科夫来到警局，乔还在忙着看资料，瞬间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。当初同乘直升机的男人才是他最终的目标，只可惜这个人已经被警方保护了起来。实验室这边一切正常，乔随身携带的追踪器记录了所有对话，现在急需希斯科手上的终极 X 血清。希斯科这会儿刚赶到纳什的住处，为了自己之前的粗鲁道了歉。可现在的纳什早已被逆闪附体，反锁了大门，露出了让人熟悉又胆寒的表情。斯旺二话不说，把希斯科按在桌上，一手刀直穿希斯科胸膛。然而他现在是附体的状态，无法使用逆神速力，几刀下去如同智障啊！被希斯科反手按在地上摩擦，双方打得激情四射。奈何纳什身体健壮，很快占了上风。塞西尔一个电击棒将其干晕，这一幕似曾相识啊！这才抓紧时间把血清送到实验室，想去阻止诺维科夫就必须使用神速力。他们不知道体内神速力还剩多少，必须节制的使用。最快通往警局的路线就是直线，哥俩穿越了所有建筑，节省了最大的时间，赶到了警局。诺维科夫目标一转，直接攻向2个急速者，这无形中又增加了神速力的消耗。一顿飞檐走壁，躲避攻击。随着诺维科夫的攻势越来越密集，沃利中招被困在立场之中，只要他愿意，分分钟让沃利老成干尸。闪电侠祭出大招套个绝学，试图用爱感化诺维科夫，让他放过闪电小子。乔趁机掏出终极 X 注射进诺维科夫体内，一快一慢迅速中和，在诺维科夫超能力失控之时将其逮捕。事后白瑞下定决心把神速力的真相告诉艾瑞斯。艾瑞斯虽然是个假的，但安慰的话还挺真心。他认为白瑞没有了神速力也许是好事儿，不必再去为了拯救世界而牺牲自己，也不用每天担心城市的安全，可以真真正正的为自己活一次，成家立业，孕育后代，拥有一个普通人该有的幸福生活。深夜，卡米拉收拾东西下班回家，惊讶地发现白天的照片没有确认删除，点击取消后发现艾瑞斯完全不是个人，等发现真相后已经晚了。艾瑞斯掏出冷静枪扣动扳机，一瞬间卡米拉原地消失，而沃利也打算继续修行，放松心态。这趟旅行他不打算使用神速力，而是徒步，提前习惯没有神速力的日子。临走前嘱咐老爹好好照顾艾瑞斯，自己的姐姐有点不寻常，但愿别出什么事儿。白瑞则是被希斯科拉到了超能监狱，斯旺占据了纳什的身体可不是小事儿，而且这厮总是时不时冒出来，白瑞都习以为常了。但有一点没变，斯旺还是想让闪电侠死，想要手刃闪电侠，手刃闪电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
而他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，一旦自己逃出去，谁也没办法阻止他。斯旺感受到神速力正在消失，闪电侠将不再是自己一生的对手，而是一个慢慢吞吞的普通人。还好自己有先见之明，打造了逆神速力，让他脱离了时间的束缚。这次他是为了闪电侠而来。神速力已死的事儿，实验室的人都知道了，这么多年就连神速力都没弄明白，更别提奥利弗的幽灵力量。既然斯旺都能打造属于自己的逆神速力，那为何自己不能？这次拜瑞准备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人造神速力，以此来重获速度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